作为最具全球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之一，比亚迪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窗口。这次比亚迪在泰国的线下活动，现场吸引超过200家各国媒体前来报道。国际舆论对比亚迪的关注点有哪些？来看报道。 泰国又被称为东方底特律，是东盟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比亚迪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泰国下线，意义重大。而就在上月，泰国媒体报道称，投资该国多年的铃木汽车宣布，将于明年年底前关闭位于泰国罗永府的生产工厂，停止在泰国生产轿车和卡车。另一日本汽车品牌斯巴鲁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关闭泰国工厂。对经济产业有深入研究的东京大学教授丸川之雄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这2家日本汽车品牌在泰国生产的都是传统燃油车。他注意到，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已经进军日本市场。丸川之雄提醒，日本需要正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日本市场的话是比较保守的市场，我觉得是，所以消费者接受新品牌需要很长的时间。汽车方面的有些专业的评论人员，对比亚迪的车比较看好啊，就开起来很舒服什么的所以专业的人比较懂它性能已经很好。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副院长施于冰认为，在新能源技术领域进行了长期投资与研发，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终于迎来了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实现了弯道超车。虽然目前美西方国家带头想打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但绿色节能是世界性的时代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施于冰表示，5月21号在德国汉堡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公布了对海洋法的释法意见，明确将温室气体定性为海洋污染物，并表示各国有义务采取措施减轻碳排放对海洋的影响。他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新能源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企业对自身的技术表现得非常自信。那这样的一个认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高的环保标准，就导致未来我们说在产业界，包括在汽车产业，环保标准应当是会不断提升。因此呢，我们的汽车如果说汽车制造业如果说遵循这样的一个绿色、环保、节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想未来可能会更容易符合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环保的准入标准。对于中国新能源车品牌的弯道超车，美国开始打所谓产能过剩的舆论战，并挑起关税战。但尽管如此，中国新能源车企在全球份额中的比例仍不断攀升。中国南海研究院学者陈向淼表示，下一阶段中国应加强主导规则建设，维护自身利益。面对美西方的这种我们说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制裁也好，或者说是反补贴这种壁垒也好，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有相应的规则。甚至建立自己的规则也好，或者是融入部分的国际规则，影响国际规则也好，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做技术加规则2块，是未来中国汽车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法宝。深圳卫视执新闻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全球新能源市场竞争是何其激烈，没有哪一个市场是不卷的，也并不是说拥有了技术优势就一定能够降维打击。每次进入一个新的市场，中国车企都需要艰苦创业，只有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千辛万苦，走过千山万水，筹谋千方百计，才能成就中国制造如大江大河奔涌而去的澎湃动能。欧盟各国海关4号开始执行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就在同一天，意大利商业与制造业部长乌尔索启程访华，其议程包含电动车产业合作问题。他也是继德国副总理哈贝克之后又一名来华讨论此事的欧洲国家高官。据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在寻求近期访华。据意大利新闻网报道，该国商业与制造业部长乌尔索4号飞抵北京，开始为期2天正式访问。据悉，访华期间，乌尔索将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会面，并与重要的工商业者举行多次会议，重点涉及电动车产业链，包括奇瑞汽车公司、江淮公司以及中国城市工业集团、明阳集团和潍柴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深圳卫视注意到，相关企业在中意经贸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山东重工潍柴集团以3.74亿欧元收购了意大利法拉第游艇公司75%股权。
中国化工集团71亿欧元收购轮胎制造商倍耐力公司26.2%股权，国家电网则以21.01亿欧元收购依存贷款银行全资能源网子公司35%的股权。乌尔索被认为是意大利梅洛尼政府中的知华派，他自2001年起多次率领意大利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致力于推动意中商贸往来。最近，乌尔索还在罗马接待了数十家中国公司，包括奇瑞汽车、东风汽车等。商业和制造业部长，那么他在这个时候访华呢，实际上是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处在一个微妙阶段。我们知道，最近欧盟呢决定要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要征收关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访问中国无非是要和中国就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经贸关系，讨价还价。在中国面临欧盟压力的时候，他率先来访华，走在前边，以便呢能够使意大利获得更大的利益。我想这是他访华的一个主要目的。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该国总理梅洛尼在此前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闭幕记者会上，高调宣布有意在7月访问中国，轰动欧洲舆论。因为据美西方媒体报道，这场峰会刻意营造对华不友好的氛围，而梅洛尼此举显示是凸显了对与中国合作的重视。意大利新闻网认为，乌尔索此时访华将讨论梅洛尼访华的相关安排，其余的重点工作则是与中方讨论双方关注的绿色技术和电动汽车领域的工业合作关系。据分析，意大利方面希望敲定中国东风等汽车企业投资意大利，与当地汽车品牌合作，促成中国电动车在意大利制造。据意大利媒体透露，东风有意在该国建设一座年产10万辆电动车的工厂。如果意大利的经济出现衰退，搞不好，那么梅洛尼作为总理，他在台上也不会持久待下去。所以呢，他把意大利的利益一定是放在最前面，而意大利与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它是放在第2位的。我认为这个平衡点，它的平衡点的重心是放在维护意大利的利益方面，关键是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为意大利争取到更多的向中国出口的份额，能够使中国的电动汽车能够落户在意大利建厂，这样的话可以解决意大利的一些就业机会。意大利的汽车工业十分完善，拥有菲亚特、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布加迪、依维柯等多家汽车品牌，均在中国有大量业务。但由于技术起步较晚，这些品牌的电动车转型并不顺利。意大利汽车工业陷入被动。2022年，意大利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为3.73%，远不及同为传统汽车工业大国的德法，甚至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意大利政府积极推动汽车产业的新能源转型，吸纳中国企业的技术和资金成为一个选项。实际上，虽然梅洛尼政府此前宣布退出“一带一路”，但中意经贸合作仍在进行。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1大贸易伙伴。此次意大利商业与制造业部长乌尔索访华，也显示了中国不计前嫌的开放合作态度。深圳卫视注意到，意大利实际上是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支持方。也有欧洲媒体指出，在意大利汽车产业的整体危机感之下，不排除一方想以此作为筹码，完成对接中国电动车产业链的政策目标。4号，在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对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方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截至目前，中欧技术层面已举行多轮磋商，目前距仲裁还有4个月窗口期，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展现诚意，抓紧推进磋商进程，基于事实和规则，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
解决方案。今天的发布会简短却字字回应关切。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透露，截至目前，中欧双方在技术层面已举行多轮的磋商，这也说明与一锤定音的美式关税不同，欧式关税的出台只是一个开始。7月4号并不是谈判的终点。意大利商业与制造业部长乌尔索飞抵北京，开启为期2天的访华活动。那在您看来，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注意到，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乌尔索这次访华还算不上是中意关系中的真正重头戏，因为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带领的庞大政商代表团访华来铺路，而且乌尔索还是在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的人事关税正式生效的当天来到中国的。而在此前，中方还邀请了在俄乌冲突立场问题上跟中国存在分歧的波兰总统杜达访华，并就电动车领域的生产和使用达成了共识。同样，在更早的时候，中方还邀请了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访华，以探讨解决中欧电动车关税纠纷问题。我认为这些行动背后发出的共同政治信号就是，虽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的临时关税已经正式生效了，但是中方仍然在不计前嫌，想尽一切办法，以最终让欧盟回心转意，取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额外关税，尤其是阻止中欧两国的贸易战爆发。为此中方甚至不惜使出了滴水穿石的功夫，准备在欧盟29个成员国中一个一个的做说服工作，以争取在今年10月底欧盟内部就此进行咨询性投票时，有15个以上的欧盟国家能够反对这一决定。如此一来，这波因为欧盟单方面对华电动车加征的额外关税而引发的中欧经贸纠纷就算告一段落了。那么中方为什么会不惜九牛二虎之力，也要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额外的关税呢？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中国电动车行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因为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而能否打开欧洲市场，又是中国电动车行业能否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的重中之重。另外一个方面，这是出于外交大战略方面的考虑，中国不希望看到中欧因为电动车关税而引发经贸大战，并进而伤害到中欧关系。因为良好的中欧关系既是中国防止美国拉拢其他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关键，同时更是中国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与促进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那您认为中方最终能否成功阻止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举措吗？我认为希望还是蛮大的，因为中国手上有牌也有底气。首先，跟中国制造更为依赖美国市场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的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的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了，一定会是一场杀敌800自损1000两败俱伤的游戏。其次是因为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第三，大家还不要忘了，欧盟其实也不想因为电动车关税问题而跟中国彻底撕破脸。欧盟在处理中国电动车关税问题上，还是跟美国保持了一定距离的。这一是体现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幅度上，欧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做得那么绝。拜登政府是直接宣布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从之前的25%提高到了100%，而欧盟这是在原来10%的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17%到38%的进口关税。第二是体现在美国是直接将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上，而欧盟则仍然维持了中欧经贸纠纷的定性。也就是说，美方的做法是想要直接跟中国脱钩断链，是没得谈的，而中欧之间则仍然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那您认为，意大利商业与制造业部长沃尔索在这次访华期间，还将会见包括奇瑞在内的多家中国电动车生产厂商，这背后的目的又何在呢？其实不仅仅是意大利，在欧盟准备启动对产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额外关税的消息曝光之后，相当多的欧洲国家都向中国的电动车生产企业伸出了橄榄枝，欢迎中国的几家大的电动车生产商前往这些国家投资办厂。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暴露了欧盟这次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额外关税的真正企图。所谓的中国对电动车行业进行了额外的补贴，只不过是他们制造的莫须有的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夺人所爱，也就是要将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引进欧洲，在欧洲生产，以促进当地的 GDP， 并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相关欧盟成员国，都从中看到了商机，企图将中国的这块肥肉抢到他们自己嘴里。而这背后实际上又透露出了2大信号：其一是，在防止地球变暖以及实现低碳减排目标的大背景下面，电动车最终取代传统的能源汽车，将会是欧洲发展的大势所趋。其二是，跟欧洲自产的电动车相比，中国产的电动车不仅拥有技术上的优势、产业链供应完备的优势，而且有价廉物美的优势。换句话说，欧洲自产的电动车既竞争不过中国产的电动车，更离不开中国产的电动车。当前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额外的关税，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别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而想横刀夺爱而已。